好了，各位亲友，大家晚上好哈。在今天呢，我分享一个很感人的一个分享啊，是黄宏元老师前不久的一个分享。他说李老师您好，说这几天学习的一点小小的体会，说发慈悲心，说学习737课在意识流中植入正念导航的一点小小的体会啊。说给孩子发慈悲心是第一，给孩子发慈悲心。说上次课细嚼慢咽、安心安身分享了一位老师发菩提心首先呢，说对自己很有启发。首先呢，是对自己的家人要发慈悲心、菩提心，看好的、想好的、说好的话。说上个周末呢，我连续给我儿子发了3个鼓励帖，并跟他班主任沟通，得到了班主任的大力支持。说孩子被肯定和理解，能量被提升，真是太好了。这鼓励帖是什么呢？我不太会弄这个共享屏幕哈，我念给大家听一下，它有几个鼓励帖哈。你比方说他给孩子发的鼓励帖啊，说亲爱的儿子，说刚刚看到你5月份的月考成绩比4月份前年的6名，考得这么好的成绩真是了不起。说妈妈想告诉你啊，无论遇到什么挑战，你只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，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，你一定会收获更大的成就。说妈妈一直陪伴在你身边，为你加油打气，妈妈看好你，永远爱你的妈妈。这是给孩子写的下面还有他说亲爱的儿子，说那天妈妈跟你说呀，说儿子，说妈妈有点累，你的鞋子可以自己洗一洗吗？那当时你爽快的答应了，妈妈瞬间发现儿子已经长大了，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第2个周末回家，你不用妈妈提醒，主动把你的鞋子洗得干干净净，经过太阳一晒呀，香香的，真好。你为妈妈减轻了负担，更重要的是让我感受到了儿子很体贴、很孝心、很暖心。谢谢你，儿子。下面还有一个亲爱的儿子，早安啊！5月29那天中午，你打电话跟我说喉咙很痛，感冒、咳嗽很难受。妈妈听了后很心疼你，心里也很着急，不知道咋办才好，就想着叫阿姨帮你送点药过去。而你不想麻烦阿姨，就转口说现在没事了。等到周末回家，你跟我说，其实在前1周去学校的时候，你已经是感冒、咳嗽、喉咙痛得很严重了。你还说我是最强大的。是的，儿子，你长大了，愿自己受苦啊，不想让妈妈担心。说儿子，你的暖心、贴心、孝心，真的让妈妈感动感恩感谢上天赐予我这么好的儿子。你看他就发着这鼓励帖，给孩子发鼓励帖，说并跟班主任沟通得到了班主任大力的支持孩子被肯定，能量也被提升了，真是太好了。而且呢，他不单单给自己的孩子写鼓励帖说昨天晚上学习并锻炼了737课以后，马上给我们班59个孩子，他的班主任老师、小学老师59个孩子都写了鼓励帖，说明天考试打算今天放学前发给他们，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惊喜。这是学习737课以后说我更坚定了给孩子们写鼓励帖。之前呢还有分别心，想着是给自己的孩子，就给儿子们，给自己的儿子写鼓励帖，鼓励他看到一点好的优点就开始鼓励就给予无条件的爱。可我没有想到班上的孩子也是自己的孩子呀，给每个孩子写鼓励帖，鼓励帖就祝福的话语，其实就是给自己的孩子写了59个祝福。你看这些祝福给一个孩子等于给59个孩子，给59个孩子给一个孩子，是吧？都是一样。说更重要的是，首先给自己鼓励和祝福。当你鼓励别人的时候，祝福别人的，你自己首先得到了鼓励和祝福。是在写祝福语的过程中心里美滋滋的、暖暖的，说真好，感恩感谢老师们感恩，说您的教导一下子点醒了我。那我们看看，我再试试看看能不能共享他这个鼓励帖我看我希望我能把它弄出来
他写了全班的59个同学的这个鼓励帖。我试试看大家能不能看到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？你看他这个这些鼓励帖，就59个孩子都写了这样，然后放在小红包里面啊，我拍了照片发给大家，真是太有心了啊！看看这能放大一点啊？你看，比方说这个念这个说若宁同学给若宁的说1分耕耘1分收获，时间不会辜负每一个勤奋者，愿细心安心耐心常伴你左右，老师超级看好你，写上自己的名字。你看这每一个都有，这是陈兰月哈，就是跟每一位同学说，你从你递纸巾给我擦汗的那一幕，是我永生难忘。爱心细心耐心的你在关键时刻从不掉链子，王老师超级看好你。你看，就给每一个孩子前面写上名字，然后写上鼓励祝福的话语，最后还落上自己的名字日期。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个，我不知道我最近没弄过这个，希望大家能看到这好几个哈，还有这个有好几篇就是他写的鼓励帖，然后还有另外一篇，我就看这一个就可以了哈。你看，大家再仔细看一下，就真的非常用心啊！你单单写这个得花很长时间，而且根据每一个孩子不同做了什么事，不同的特点，给他写鼓励的话语，真是非常非常用心啊！真的，王老师值得我们学习哈。好，我们就如果能共享的话，我就共享到这儿，我先把它关掉了哈。啊，可能是结束了啊。就是当我们再看下面的，待会儿再说哈。说过了几天呢，黄老师又给我发了个信息哈，青雷老师您好，说好事我要迫不及待与您分享。我们班的娃呀，这次考试真的是超常发挥，比平时很大气，就考得很好。11个娃得了100分，全年级最多，平均分的第2名，离第1名只相差0.2分。90分以上的有40个人。说令我惊讶的是，那位男生平时成绩是最差的，很多时候都交不上作业，测验交不上卷子的学困生。这次居然考到了什么93分，倒贴巴布龙山小学1907班59个娃向您深深的鞠躬感谢啊！你不是感谢我，也感谢黄老师哈。黄老师这么用心，就给每一个小孩每一个同学写个鼓励帖，这个字儿写得很认真，然后放在一个红包里发给大家。所以从中我想说什么呢？就是你看，其实每一个人，无论孩子还是成年人，都需要鼓励。当你给别人写鼓励帖的时候，鼓励的帖、祝福的话语，其实就在什么？就是在发心啊，就是在发心。我们前面讲了要发菩提心、发慈悲心，有时候觉得好像一说到发菩提心、发慈悲心，就好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事儿一样啊。其实不然，就是平常生活当中，你看。所以在老师的岗位上，就给孩子写鼓励帖、鼓励的话语、赞美的话语，你就在发现，哎呀，你真好，你做的真棒，哎，其实这就是在发心。当你在发心的时候，黄老师讲了，说你在发心的时候，自己心里面就美滋滋的、暖洋洋。我想，自己心里美滋滋的暖洋洋。当每一个学生、每一个孩子看到老师写了自己的名字，亲自给自己写的这鼓励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的心里面一定也是什么？一定也是暖暖的，一定也是暖暖。就那种感觉，可能我相信有的孩子可能永生都忘不了，都忘不了当时呀看到老师这鼓励帖，可能好像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鼓励帖，真的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。你看孩子的成绩考的这么好。所以那个发心啊，那个爱呀，真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。爱自己也爱他人。我们生活中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家人和家人之间、朋友之间，那老师和学生也都是一样，能够多一些这样的鼓励，多一些这样的祝福，少一些讽刺、挖苦、打击。那如果说多一点鼓励，多一点祝福，这个世界真的会
变得非常非常的美好。那么借着这个呢，我也想想今天这样的一个内容啊，你看这种爱的力量，就真的能够温暖生命，这个温暖生命。那今天得说一个什么内容呢？我们练呼吸，练呼吸呢是要带着爱的呼吸。那么这个爱的呼吸呢，它也能什么？就温暖我们的生命。就我们在站桩，你要呼吸吧，你呼吸，把那呼吸带上爱，爱的呼吸，用那个呼吸呢去温暖我们的生命。这有点像什么呢？前面就有个朋友，就是他在做艾灸，说那个艾灸啊，说这个艾灸，这个点了艾条之后，放在穴位上，放在身体的部位，就感到身体暖暖的，暖暖的，一股力量呢进到身体里面去了。这个艾灸我前面很多人都做过，首先通过温度，这温度这个热量促进了这块的气血的运行。那同时呢，这个艾灸本身它有药性，通过这个灸的时候，那个药性进到身体里边。当然，艾灸的作用我就不用多说了啊，大家都很清楚。那我这想说什么呢？你看这个呼吸呀，你在做呼吸的时候，吸气，空气进去了，但同时呢，你那个爱的觉知、爱的力量也进去了。当你带着爱进行呼吸的时候，你一吸气一呼气，身体一定是暖暖的。我就想啊，这个呼吸就像是什么？艾灸一样，只不过这个爱变成了那个爱心的这个爱，是一吸气，爱随着你的呼吸进到身体里面去，外面这个艾灸从皮肤上把那个能量进去了，你呼吸直接进到里面去。我们做艾灸的朋友，如果你真是有体会的话，这做艾灸不单纯这个艾灸它的热量对你起的作用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呢，就持爱的这个老师、这个医生，如果这个医生他很有爱心、很专注，那么这个艾灸的效果更好。如果你只是靠这个火的这个力量、爱点燃的力量，那这个力量就差了很多。所以当你认真的带着爱心给别人做灸的时候，这种力量就不单纯是这个艾草的力量，还有这位医生的他的爱心。那我们自己就可以做自己的医生啊。说我一做这个呼吸的时候，这呼吸之力带着那个爱的力量，直接去温暖身体里面，就像艾灸一样，那个用爱去灸身体里边去，身体里面去，那个无形无相的爱的力量。所以如果说我们每一次做呼吸，你都想着在艾灸我的身体，我的内脏，那比外面这个灸是不是就更加直接渗透到身体的里面，身体的底层？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直接到你的内脏。大家想一想，呼吸是大自然的恩赐，一吸一呼，生命就在一呼一吸之间。大自然这呼吸之中蕴含着天地的这个慈悲，上天能够让你呼吸，那就是天命。天命在那身体里面，天命没有熄灭嘛，还让你不停的在呼吸。所以我们认真的体会呼吸，就在感受大自然的爱、大自然的力量、大自然的温暖。是你认真体会这个呼吸的那个觉知，就是持爱的那个良医。那个在外面给你持艾条给你灸的那个良医，就是你带着觉知、带着爱的去体会的那个觉知。那个呼吸力加上爱的力量。所以待会儿我们在锻炼的时候，你做感受呼吸力的渗透滋养，它就消除什么呢？消除这淤堵。你弄淤堵消除，就和外面那个灸一样，气血淤堵消除了，那个寒邪怎么样？没有了。那炎症
哎呀，就好像消散了，病毒细菌就好像消除了，就抑制那炎症因子，你就增强了什么呢？就好像艾灸增强生命力，增强了免疫力，促进了身体里面内啡肽的释放，促进气血运行，增强细胞的活性。就这个呼吸力触碰到这个脏器的时候，就好像艾灸一样，那个灸的力量能到里面去。它不单单在表皮，你灸在这个合谷，可以到整个手掌里面，灸肚脐到肚子里面去。这一灸，呀，感受那个热量渗透进内脏的深处。所以我就觉得啊，就呼吸呀，就好像是点燃的那个艾条。觉知，你那个觉知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持爱的良医。呼吸是那个点燃的爱条，觉知是那个持爱的良医，持爱的良医。因为你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你真的就能像黄宏元老师给学生发鼓励帖、祝福帖、鼓励帖一样，孩子拿到之后，可能立刻感到全身是温暖的，充满了力量，充满了力量。好，咱们现在坐在这儿，我们先坐一下啊，大家安静。你回忆一下，那个艾灸，那个火点着了，对身体往那个穴位上一放，呀，暖暖的，那个热流通过穴位，通过经络，通过遍布全身的那种感觉。这种温暖人心的那种感觉。好，现在吸气，更自然，能达到丹田更好。呼气，好，你自己做。你呼吸中带着爱，就带着温暖。这一吸气一呼气，哎呀，就在艾灸我的内脏，灸给它能量啊，给它正气啊。现在跟我一块儿啊，安静，先注意肺部，这个胸腔肺部，吸气。那个呼吸力充满胸腔、肺到后背，呼气，吸气，呼，好，自己做，根据自己的情况做。你尽量吸满整个肺，前胸后背啊，这个大肺是个体呀，是个大的。你感觉啊，就好像艾灸的那个火力、那个热力，类似这样那种爱的温暖的力量，不是那个草字头那个爱了啊，就是你内心的那种爱，就借助这种感觉充满整个肺。肺部的气呀，充足通畅，你就感觉，哎呀，这肺里面经络气血很通畅，整个功能啊，就非常正常。你真有一点那种感觉哈，你的觉知是那个医生，这医生在干什么呢？在艾灸，灸整个肺，可不单纯在拿着手在外面灸，直接灸到里面去了。
就好像每一个肺泡、每一个细胞都被揪到了一样。那个爱渗透到肺的里面去，那种感觉，爱的觉知。好，你注意力啊放到心脏，心脏这块儿，你吸气，把呼吸力转移到心脏，那个非常柔和的那种状态，真的把心脏当成一个小婴儿一样，那个爱的那个灸啊，很温暖，很滋润，很细腻。感觉整个心脏心肌，整个心脏功能正常，爱自己的心脏，艾灸。你真的有点感觉，哎，呼吸就是那个点燃的爱条，你的觉知就是那个细心的、耐心的、有爱心的那个医生。啊，现在啊，你可以用手捂着右肋那块儿，肝脏、胆囊，把呼吸力转到这儿。那个医生哎，拿着那个艾条到肝脏这一片右肋里面吸气，自己做。就那个医生啊，那个觉知很有耐心，哎，觉知到肝子里面去。你根据自己的情况，给自己加好的意念。自我抚慰自己的肝脏，艾灸自己的肝脏，让肝脏啊经络气血通畅，让肝脏的功能正常，一切不正常啊都消除了。这一灸嘛，把那不正常的能量全都化散了。也很细心到肝脏的里面去，肝脏、胆囊。好了，到左侧，脾脏、胰脏中间一块这块，你可以感觉整个左边这一片区域，你在艾灸它，那个呼吸转到这儿，那个呼吸就是那个艾条，呼吸力转到脾脏、胰脏这一片区域。这一灸它，那个经络气血就通畅了。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
根据自己的情况给自己良好的意念、良好的暗示。要耐心、细心，那个觉知是那个耐心、细心、有爱心的良医，就持着这个呼吸，这个爱条，来艾灸自己的内脏。一吸气就吸到那儿去，触碰到那边去，呼吸力到那儿去。好，现在你把手捂在腰上，一吸气，能不能到腰那儿去？呼气，就呼吸力啊，能抵达到腰部。肾脏，那个肾气充足了。有时候大夏天呀，有的人一扶着自己的腰，这个腰部冰凉的。现在你就用呼吸这个爱，带着你的觉知，爱的呼吸，去温暖肾气。吸气吸到腰那儿去，直到把腰这儿啊变暖暖的。手上也带着热量，带着爱，加上肚子里面呼吸的那个爱，内外呀合一了。肾气充足，摸着肾呐，感到暖暖的这一片区域，腰部啊，把它变暖了。好，手向前，捂着肚脐这儿，从胃一吸气啊，呼吸力从胃哇到整个肠道，整个腹腔都被呼吸力所波及，都被呼吸和爱合在一起的这个力量被爱揪着。吸气到整个腹部，呼气，吸气，腹腔内各脏器自己做。整个妇科、男科都被爱的力量所温暖、所滋养。
觉知要细腻的觉知到身体的里面，丹田的深处，是很仔细的、很认真的一位医生。就你这个觉知啊，是很仔细的、很能够深入的。那是一位持着爱条、呼吸之爱、心灵之爱的那个良医。好，大家就保持这个状态啊，我们站起来。直接做站桩的姿势，还保持着那样的呼吸。你站在这儿放松，一吸一呼啊，你只要全身放松了，大家注意再放松放松啊，调整好。这个呼吸的力量啊，可以贯穿全身，胳膊、手、腿。你放松全身，你试一试。你吸气，就好像全身那个呼吸力都能波及到。呼气，自己做。站在这儿，安静放松，整个身体可以随着呼吸力的波动啊，好像一下子波动到无限的虚空。呼吸似乎不是自己的呼吸了，好像成了天地的呼吸。你和大自然所谓同呼吸。一吸一呼，天地与你同呼吸。你的一张一缩一开一合，就是天地的开合。
爱的呼吸力，贯穿整个虚空，爱救万物众生。你只管静静地保持这种爱的觉知，那颗心安住于丹田之中。
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，想多站一会儿的就多站一会儿，想收的现在就可以收了。大家自己安排好，量力而行。给自己照顾好自己，安静。爱滋养着自己的生命，同时也波及整个天地虚空。